不给普京面子，埃尔多安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俄罗斯或面临一场决斗。大家好，我是肖映华。随着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的到期，俄罗斯方面率先出手，在黑海画出了一条死亡线。在新的规定之下，凡是驶入乌克兰港口的船舶都将被认为有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船舶。为此，俄罗斯海军将会拦截这些船，甚至是直接将其击沉。针对俄罗斯方面给出的声明，外界现在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些观点认为应该签订一个新的外运协议，而有些观点则是趁机拱火。近日，美国一位海军退役上将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他看来，美军可以在黑海提供护航服务，只要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威胁，就要开火还击。目前持有这种观点的国家其实并不少，与俄罗斯关系比较好的土耳其也是其中之一。在黑海粮食外运协议到期以后，也有消息声称土耳其方面要对运粮商船进行武装护航，说白了就是要用武力突破俄军的封锁线。明明是俄罗斯方面在黑海都画出了一条死亡线，土耳其现在却偏偏要硬闯这条线。显然埃尔多安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打算给普京面子，这对于当下的俄罗斯而言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俄乌之战目前已经陷入了僵局，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在陆战方面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此一来，海战就有可能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在克里米亚大桥再次发生袭击事件以后，俄军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导弹攻击、海军封锁等等。如果土耳其这时候偏偏要跟俄罗斯对着来，用军舰护航商船，那么就极有可能和俄罗斯的海军部队在黑海来一场武力碰撞。不过目前双方的行动基本上都是只停留在嘴上，俄罗斯方面所说的拦截以及击沉并没有出现，但狠话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放完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船只通过黑海驶入乌克兰的港口。至于土耳其方面的武装护航，也只是理论上罢了，具体安排没有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现在就看土耳其方面能不能把自己之前说的话变成现实了。一旦埃尔多安政府真的敢这么做，那么普京后续就麻烦了。要么当作看不见，然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威望再次降低；要么就把狠话兑现了，击沉一艘驶入乌克兰港口的船舶，让外界看到他们的决心。但是这么做的话，威望虽然是保住了，可麻烦却大了。一旦俄罗斯在土耳其对运粮的商船进行武装护航的情况下，打响了黑海的第一枪，那么俄罗斯方面所面临的或许就是一场与北约的决斗。届时北约完全可以利用共同防卫协议和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形成对峙，将土耳其单方面的对峙迅速演变为俄军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集体对抗。一旦俄军与多个国家的先进战舰，尤其是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舰队发生碰撞时，那么普京势必会再次陷入比乌克兰危机更困难的处境中。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